这些就是 S300的主机，还有它的配件。在这个信封里面有一张说明书，还有3张配色的卡片，还有一个漫步者的历史介绍。这张说明书让我感觉挺有文艺范儿，展开以后，里面的说明简洁明了。遥控器用的是7号电池，电池的型号标识是3个 A。遥控器按钮的触感还是挺轻柔的，用这个滚轮调节音量，我感觉比较顺手，而且还能按压操作。S300随机配了3根线，这根 USB 线是一个双 C 口的线，配了一个 A 口转 C 口的插头，用来连接声卡模式的 USB 输入。这根 3.5 转 3.5 的音频线，用来连接你的耳机孔和 AUX 模拟输入。这根电源线是一个2插的插头，音箱这边用的是8字形连接器。现在 S300 已经连续工作了10几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热，给摆放做一个参考。从正面看过去， S300 的热成像很模糊，还没有我的手清晰，这说明它的发热并不高。你看这里只有 29.1 度，我这里的气温现在是27度。它的右边也是没有明显发热，最高温的区域没有在音箱上面。左边也是，这几个印记是我刚才手掌给它传递的热量。从背后看过去，能看到这个位置温度最高，有 31.4 度，所以它的背板是主要的散热区域。所以平时用的时候，只要让后面有良好的通风就可以了。来看这里， S300 的额定输入功率是75瓦，它的最低工作电压是交流100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低启动电压是多少。先把它的电源保持打开状态，先让工作电压降低到38伏。现在指示灯没有亮，这个表示输入功率现在是0。注意看这个电压，53伏。55伏的时候 S300 启动了，没想到它的启动电压这么低，但是为了保守一点，还是得升高一些。我们让它从60伏开始，放音乐试一下。开机状态下的待机功率是 2.8 瓦，是在输入60伏的时候。关机，关机以后，它的待机功率是 0.7 瓦。开机，它的最高工作电压是交流240伏，直接把输入电压升高到250伏。现在开机状态下的待机功率是 2.7 瓦。关机，关机以后的待机功率还是 0.7 瓦。开机，播放音乐试一下。所以 S300 它的实际工作电压区间可以是60伏到250伏。如果你要是带到户外用80伏的电瓶车，可以直接让它启动工作。S300 作为 Hi-Fi 级的一体式旗舰音箱，它的这些旋钮和拨杆是挺有复古味道的。下面你要听到的这些拨杆和旋钮的声音不是音效，是真实的。电源开关是一个机械感的开关，开启和关闭的时候有呼吸灯伴随。这3个拨杆也是经典的造型，段落感明确，回弹有力。这个滚滑工艺的旋钮不仅防滑，而且挺漂亮，旋转段落感明确，按压回弹有力，而且声音清脆，整体给人的感觉有浓郁的复古味。S300 它的重量有 6.3 千克。S300 主机的高度有202毫米，宽度有352毫米，
包括旋钮，纵深有229毫米。S300 有4种输入方式，第一个是大家最常用的蓝牙连接，是 5.4 版本，支持 LDAC、LHDC、AAC、SBC 的音频编解码器。第二个是模拟音频输入，第三个是声卡模式的音频输入，第四个就是苹果的 AirPlay， 还有就是获得了在有线和无线模式下的 HiRes 认证，所以它的高频可以延伸到40千赫兹。还有音箱和遥控器是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的，所以这个外观是漫步者独有的。你把 S300 切换到白灯，也就是 AirPlay 模式，就可以通过 AddFire Home 这个 APP 去给 S300 配网和管理 S300。APP 和按钮的操作是联动的，比如音量调节、模式切换，然后 APP 里还可以调节音效模式，还有自定义的均衡调节，有6段图示均衡，然后还可以设置，有用户手册，有蓝牙的设置，还可以看蓝牙配对的记录，还有 LDAC 和 LHDC 的采样率设置，还可以开启蓝牙的双设备连接，还有蓝牙的提示音，还有定时关机的时间，还有可以强制关闭音箱，还可以恢复出厂值，还可以查验真伪。iPhone 的 AirPlay 连接就不用我说了吧，这个有手就会。现在我把 S300 的 LDAC 强制设置成 96K 采样，音质最高的这个模式。然后手机端也把蓝牙的 LDAC 切换成偏重音质的这个模式。然后我播放一段音乐，你感受一下开启和关闭 LDAC 有什么不同。我在现场的感觉，开启 LDAC 以后，低音会更有弹性和饱满，而且音域会更广一点，也就是能听到更多不同频率的声音。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觉？S300 的 HiRes 音频认证，除了 AirPlay 没有以外，声卡模式支持，模拟输入支持，蓝牙输入支持。那我们要怎么去验证它呢？ HiRes 的设备高频可以延伸到40千赫兹，我们可以用这个来验证。40千赫兹人耳几乎听不到，但是我的录音机也支持 HiRes， 所以它可以录到40千赫兹。然后我们通过示波器来看它的信号是不是有这个频率。现在 S300 的 LDAC 目前是 96K 采样率，是侧重于音质的那个选项。手机这边也是开启的 LDAC。现在 S300 处于蓝牙模式，和我的手机已经连上，小金标已经点亮了。这个音频文件是40千赫兹，播放，暂停，播放。看这个音频的频率是40千赫兹，一个完美的正弦波。现在把 S300 切换到模拟音频输入，手机这边用我的小尾巴来给它输入模拟音频。注意观察，播放，停止，播放，暂停。
看这个声音的频率也是40千赫兹。把 S300 切换到声卡输入，拔掉小尾巴，从音箱后面连接 USB 接口，插在手机上。现在声卡模式的小金标也是点亮的，说明我的手机也支持 HiRes。注意观察 C 口声卡输入，播放，停止，播放，暂停。这个音频的波形也是40千赫兹。从这个实验就已经验证了 S300 的 HiRes 高频是可以延伸到40千赫兹的。我这里有2个颜色的 S300， 一个贝母白色，一个黑胡桃色，然后还有第3个颜色是暖棕咖色。3种配色风格各有不同，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一种。这个面板摸起来像金属的，一会儿拆解的时候就知道了。我猜游戏玩家一定会连上 S300 打上一把，所以它的音频延迟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根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发出滴滴滴答的声音，一会儿我连上 S300， 你自己可以去听它的延迟大小。现在是蓝牙输入，现在是模拟音频输入，现在是声卡输入，现在是 iPhone 的 AirPlay 连接方式。我在现场听这4种连接方式的音频延迟都不是很大，用来打游戏是没有问题的。你在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蓝牙耳机、蓝牙音箱会带来延迟叠加。因为模拟输入是可以过载的，而数字输入是不会过载的，所以最大声压级的测试我们用数字输入。S300 现在是声卡模式，把它的音量开到最大，电脑端的音量也开到最大。官宣 S300 的低音下限是到48赫兹，所以我会测量这5个频点的最大声压级。这个声压计测到的是人耳感受到的声音大小，单位是 dBA。现在是白色这台在播放，40赫兹耳朵能听到76 dBA 的音量，55赫兹耳朵能听到71 dBA 的音量，125赫兹耳朵能听到92 dBA 的音量，1000赫兹耳朵能听到105 dBA 的音量，8000赫兹耳朵能听到92 dBA 的音量。刚刚的测试 S300 的均衡是在经典模式，对于它的高音和低音其实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测试结果看，它的低音和高音音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它的中音耳朵能够感受到105 dBA 的音量，在现场能够感觉到低音有弹性有力量，高音纤细明亮。S300 是一台民用级的音频设备，它的模拟音频输入口一般接收的是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现在这边生成的是一个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一个1000赫兹的正弦波。我们往上加，看 S300 能承受多大的信号幅度。这个波形是录音机录到的 S300 发出的声音。S300 的音量我把它开到最大。注意看这个波形，
我把峰值继续加大的时候，出现了失真，波形已经明显扭曲变形。经过试探，峰值在 6.5 伏以内，不会让 S300 过载失真。峰值 6.5 伏相当于正 9.44 dBu 的专业信号，相当于正 7.23 dBV 的民用信号，已经高于了正4 dBu 专业信号的 3.47 伏，也高于了负10 dBV 民用信号的 0.89 伏。所以 S300 的这个模拟音频输入口，你可以几乎无脑的对接所有的专业和民用音频设备，而不会出现明显的失真。现在来听一下4种输入方式的音质对比。S300 有一个网罩，看不见喇叭。我们用这个示波器来观察录音机录到的声音。我们先来听蓝牙输入。现在是声卡输入。现在是模拟输入。现在是 iPhone 的 AirPlay 连接。我这台笔记本电脑的耳机输出孔失真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保持这个电路连接，完整的试听用模拟输入。我在现场听到的这种震撼，你可能不一定听得到。你听到的音质上限取决于你的手机外放，还有你的音箱或者耳机的音质上限。S300 的遥控器做得挺精致的，顶部这个红外发射窗口有磨砂处理，整个外表面也是磨砂质感。每一个按钮都有一个橡胶垫，
用来增加触感。这个滚轮有一个类似鼠标的旋转编码器，然后再有一个按钮开关。这是它的主控芯片。电路板的背面没有元器件。这个滚轮是塑料的，表面应该是电镀工艺，里面是实心的，但这个轴好像是嵌套进去的。居然是一块金属板，还挺厚，厚度有 1.9 毫米。这是一块铝合金板，正面做了拉丝工艺，还有阳极化上色处理。这也是一块铝板 ，logo 是镶嵌工艺，表面依然是拉丝工艺加阳极化处理。厚度有 1.4 毫米。没想到这个装饰盖的底座这么厚。面罩是用这种销钉连接的，这层编织网布挺细致的。虽然是网状结构，但是一点都不薄，厚度有3毫米。遥控器的接收器在这个位置，看这里，前面板的电缆虽然开了一个孔，但是电路板这里有一个密封垫，保证箱体不会漏气。高音喇叭是一个1英寸的钛膜球顶高音，背面打胶固定了，这个圆圈正好贴合音箱箱体的这个密封圈。这个旋钮是塑料的，用的应该是塑料电镀工艺。这个旋钮里面居然还有一块金属。这块面板确实是金属的，背面还有 CNC 加工的刀路。这块面板的厚度有 3.4 毫米。这块就是电源开关的氛围灯。这个就是前面板的开关电路板。这是电源开关，这是其中3个按键，这个是音量开关和模式选择。背面没有有用的元器件。整个面板包含2个高音喇叭，重量有366克。高音喇叭没法完整的拆下来，只能掰断。这是高音喇叭的钛膜球顶。这块塑料面板做得相当厚，有 2.9 毫米。这个中低音单元，官宣是一个 5.5 英寸的铝硼中低音。中低音单元背后加了密封垫，名牌信息上显示它应该是4欧的电阻，实测它的直流电阻是 3.7 欧。高音喇叭的直流电阻也是 3.7 欧。中低音喇叭的重量有 1.8千克。从这个划痕看，是一个铝硼。音圈的直径有32毫米。看这个切口，是铝合金的颜色。厚度有 0.14 毫米，是一个真材实料的铝硼中低音单元。箱体里面的吸音棉左右和上面都有，底面有4个脚垫，摸起来是硅胶的材质，承重和缓冲的能力会更强。脚垫的厚度有2毫米。
脚垫的底座是塑料的，垫起来的高度有 8.7 毫米。导向管的这里和这里是蓝牙天线和 WiFi 天线。导向管是分体结构，整个导向管有184克，导向孔的内壁还是挺光滑的，而且这个连接部分也是挺厚实的。看，这是它的截面，厚度有 3.2 毫米。这个是导向管的密封垫，背板是一块铝合金的板，刮开能看到铝合金的颜色。表面是阳极化处理，这一面还做了拉丝工艺。这块背板的重量有244克，厚度有 1.9 毫米。背板上面还有2个细节，一个是这里刮开了涂层，可以有效的和背板电气导通，还有这个电源的固定孔打了螺纹紧固胶，可以有效的防止振动松脱。而且电源模块的这层铜箔不是做样子的，这里有一根地线连接到了铜箔，可以看到铜箔跟主板的地线是相通的，它是一个有效的屏蔽层。电源内部是一个典型的反击式电源，这一颗是它的主控芯片，这里是它的 MOS 管，这边是它的电源输入部分。主板上的每一根线缆都有防震海绵，主板上面有2路功放，而且 Type-C 插座还有模拟音频输入的插座是漏气的，这里有一个独立的盒子用来密封。功放芯片这一颗用的是 TAS5822， 这颗也是德州仪器的 TAS5822。这个是它的蓝牙和 WiFi 的模块，这个是它的主控芯片，这就是它的整体，做工比较精良，背面没有太多元件。S300 的吸音棉用量还是挺大的，这里做了一个开槽，我想从这里切开看一下它的厚度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箱体的内部构造，这个是前面、上面、后面，这是其中一个高音喇叭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前面板的厚度，有 17.9 毫米，这边是顶板，厚度有 15.6 毫米，这边是底板，也是 15.6 毫米，这里是装背板的那块木板，厚度有 12.5 毫米。箱体里面有2块纵向的支撑块，支撑块的厚度有12毫米。整个箱体不包含我刚才切割掉的部分，还有3000克的重量。好了，这就是漫步者 S300 的全部拆解和测试。如果你还有什么没有看明白的，我们到评论区去讨论。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